各位上官，我们从这上山。等一等，你这向导没进过终南深处，我是此间猎户，怎么可能没进过？那如何不知若走断秦崖，可以省2个时辰的山路？真有近路？是，不过比较陡峭，我怕各位上官爬着辛苦。舍近求远，你傻呀？你看看我们，哪个像是爬不了陡峭山崖的？我想灵吉一定是为了照顾我这个书生，对吧？走近路。哎，丁将军，咱们此行领队应该是卢参军，虽然您是右金吾卫将军，也不好发号施令吧？卢参军，请。火精，你暂为向导，前面带路，朝进道进山。丁将军，怎么天空主府的？听一下何妨？终南秘境到底危险，悬崖上摔下个向导点军，岂不是寻常之事？去。路呢？你告诉我路在哪儿？须弃马，从这条小路攀爬至崖顶，便算是进入了终南深处。灵吉，路对吗？对倒是对，不过由此攀越后，穿过一道密林，还有一段悬崖之侧的山路，极不好走。最险处下面崖深万丈，所以我原本想着带着你们。你这混账！你怎么不早说？你凭什么打人？我打他干你何事啊？我2人同为猎户，同命相连。他是向导，并非奴隶。你本应以礼相待，却肆意打骂。你就不怕把你带入狼我虎穴，让你死无全尸？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找死？都给我住手！哎呀，住手！住手！李典军巾帼不让须眉，这武艺甚是了得呀。霍参军也是怜香惜玉，一直都没出杀招。卢参军，你不说2句？撤！玉，我们是奉天子之命，进山寻白泽，是一支队伍，不可内讧。火友，灵吉是我们雍州府请的向导，你不该随意打骂，向他道歉。陆凌风，灵吉，后面的山路究竟如何？虽凶险，但若是极为小心的话，也可以过。确实可以省去2个时辰的山路。那我与你打头阵，还请丁兄断后。哎，等等，要我说呀，还是让丁将军带着金吾卫先行。他们武艺高强，攀悬崖、走峭壁，那都不在话下。我呢，笨拙，我就走在李典军后面。我万一爬不上去，还劳烦您拉我一把。罗参军，你断后。不叫我发号施令，
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这个所谓刑狱博士，其实就是卢参军的私人主簿。主簿嘛，帮他出出主意。苏明确实是个拖累，他怕我在前面不会管他，自己根本爬不上去，如此还劳请丁兄头前带路。好，就玉，你搞什么鬼？瞪大你的眼睛，公主府的那2位女子，你要护她们周全。骑马，带路。只有此处可以上山。这终南山顶，风光绝美，一览无余啊！我长安真是风水宝地，不仅八水相绕，且出了城，全都是青山翠岭。美在我长安，壮在我大唐。这是什么叫啊？将军，这不会就是白泽吧？没准这山里还真有白泽呢。什么没准？肯定有。灵吉亲眼见过，是不是？灵吉。是。哎，那个向导，你听不出是什么野兽叫吗？是老虎。老虎。诸位上官多加小心，此间老虎很是凶猛。老虎都有了，白泽还会远吗？卢参军，前方有老虎，还是我丁某来打头阵吧。卢某打头阵。哎，苏无名，我与丁兄一起，你在后面和李典军紧跟着便是。走。不用。卢兄，昔日你我一同跟随大将军，皆是唐隆功臣。此次进山，无论是谁先寻找到白泽，功劳皆共享，如何？白泽本来就是传说中之物，又怎么能找得到？你不信这世间有白泽，那领这份差事干什么？公主命我随队进山，
就是防止有人利用瑞兽现世之说来蛊惑人心。你没发现吗？有些人心已经虚了。世有明君，白泽县，民间都这么认为。你到底是不是公主的人？哎呦，这天儿怕是要下雨啊！这就是我说的那条路，若是下雨路滑，则更险。灵吉，以你的经验，还要多久下雨啊？再过半炷香的时辰，而且这次雨不小。好一幅南山玉雨图！苏明，啊，若是喜君来了，肯定会把它画下来。可说呢，他要是能来就好了。其实如此美景，樱桃也定会喜欢。别光顾着欣赏美景了，到底是进还是退回林间扎营等雨停啊？既来之，驾风前行，无需思量。英雄所见略同。那请大家穿好雨具，一旦下雨，山路泥滑，要格外小心。卢参军替天子寻找白泽，不畏艰险，令人敬佩。听卢参军的，把雨具穿戴好。好，好。林杰，头前带路。好。将军先行，我去方便一下，尽快转来。哎，龙凌风，不说让你断后吗？小心！走！小心！不要总盯着脚下，就没那么怕了。越怕越容易滑倒。多谢李连军，你也小心点啊，这太滑了。别摸我，这个无耻之徒！火将！李殿军，小心呐！火将！怎么回事？火精坠落山崖了！不是坠落，是他将火精推下去的。不是，你那女向导，她不小心自己滑下去的。哎，快退后！哎。
的女向导？你胡说！我亲耳听见火精说你摸了她，定是你在身后猥亵。我没有，我刚刚追上来，就听见那女的大喊一声，接着抽鼻涕着冲着我来。可惜她武艺太稀松，我用横刀挡了2下，她脚下不稳，就滑落了悬崖。就是你害了火精，拿命来！脚下塌方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聪明说的不无道理，先到安全地方再理论。不行，非杀了这淫贼给火精报仇。李殿军，是要我陪你一起送命吗？哪里？那儿。不就是具野尸吗？这女子活着的时候，长得应当还不错。走。火药！这几个金吾卫，皆为下作无礼之徒。连死在荒郊野外的老人家都能出言调戏，你们总该相信是他害死火精了吧？姓霍的，你我就在这里决斗，你打赢我，任你杀剐；你若不敌，我就割下你的人头，为火精报仇。不可！李殿军，你就一个人，他们4个人，这你哪能打得过呀？苏无名，啊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们金吾卫会以多欺少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……那就少废话。李殿军，霍幽已经受伤了，你若想决斗，我丁衡愿意奉陪。丁兄，我们此来诸南，难道没有正事要做吗？李殿军，公主派你来，是来找人决斗的吗？将军息怒，正事要紧，我们是来找白泽的，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，这儿太不吉利了。灵吉，上官，还有别的避雨之处吗？前方有一处庙宇。
什么庙？具体名字我还真不知道。附近总有野兽出现，我们都绕着走。野兽倒是不怕，有庙宇就肯定有房屋可以避雨，还不赶紧头先带路？鲁兄，我们先去庙宇歇歇，等雨停了，再去找白泽，如何？好，准备出发。哎，好。拿东西。是。就是那里了。这是什么所在？怎么看着有点怪？看这规制，确实不像寻常的庙宇和道观啊。观其风貌，似乎不是一座空庙。不空，是有人住的，专门收留过路的旅人在此歇脚。哦，走，走。林杰，上前叩门。是。有人在吗？路过避雨。哎呀，去！还有个屁用！这么大雨声，能听见吗？直入便是。有没有人？开门！什么人？出来！你这老妪，吓人呐！你不来，我如何能吓到你？火幽，把刀放下。你们这是……老人家，我们是山野旅人，途经此地，风雨难抵，欲投宿我，可行方便。那要看庙主答不答应。进去。醒醒，来人了！哟，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呢？老人家，我问你，你这是什么庙？供奉的是什么神仙？供的是什么神？你看不出来啊？那就恕本庙主不能收留你们了，都出去！老东西，知道跟谁说话呢吗？我管你是谁呢！告诉你，这庙里的一桌一椅、一茶一饭，皆为神赐。你不认得神，我怎么收留你们呢？这，火幽，苏无名何在？啊，在呢。哎，
你这话我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呢？行了，别废话了，看，龙头、鹿角，还有一双翅膀，这是什么神？举高的。白泽。索明，莫要妄言。这怎么是妄言呢？我初见此庙，便想到了晋人的《南山纪胜》中的记载：后汉灵帝时，黄巾起事，天下大乱，便有百姓捐出金银，在终南山中修建4大瑞兽的庙宇，旨在唤出明君，终止乱世。后隋人修订的《南山纪胜新编》中记载，炀帝时，便派人入中南秘境，找寻4大瑞兽的庙宇，发现其中3座已经倾颓，唯有白泽庙依旧坚固，便命人修缮。深山之中有个小庙，那都不足为奇，但规制如此大的庙，那定是帝王出资所建。老人家啊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哎，没错没错，你们所在正是白泽神庙，这神像正是白泽神像，始建于后汉灵帝时，前隋炀帝又为其再塑金身。真是妙极了呀！虽然还未曾见到白泽，可却先进了白泽庙。我想离大功告成已经近在咫尺了。我要拜此神像。为其所言极是，我同拜。我也去拜拜啊，请，保佑我们早日找到白。我也拜拜，我也拜拜，保平安。哎呀，庙主怎么称呼呀？啊，因我在此修行，猎户樵夫都称呼我为白泽山人。这是我妻阿紫。这里既然是白泽庙，那2位可曾见过白泽？白泽乃神兽也，岂是凡人能见到的？啊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终南山里没有白泽？你们既然进了白泽庙，就不是凡人了。想见白泽，只需在我这庙中住上几日，待到天气晴朗，云层放出金光，白泽自会出现。此话当真？当然了，这是他的庙宇，他还时常来这大殿上走走呢。要不然我这庙门为什么修得那么高啊？就是怕白泽瑞兽进不来嘛。将军，您都听见了吗？不论真假，今晚我们是要在这儿借住的。住得下，东西厢房都是干净的，楼上还有2间房，我夫妻住1间，还有1间是空的。哦，可有吃食？这被雨浇过，又冷又饿。有，还有好酒呢。哦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可是沾了他的光了，要不然我才不会把酒拿出来招待你们这群陌生人呢。阿紫，把布偶放下，快去煮饭。好，那各位稍后片刻，可先听庙主俗讲。啊？您老会俗讲？何止是会，他一闲下来便讲有意思的故事。行旅或歇脚的人，无不称赞。太好了！实不相瞒，我从小就最喜欢听俗讲。您老今天给我们讲哪段啊？实不相瞒，我从小就最喜欢听俗讲。您老今天给我们讲哪段啊？小女子欲往京城，却迷路于此，
望得郎君指点。要不，你不是说让我进来歇息一下吗？我说的是你我2人一起歇息。你可真坏。如此听来，这个书生和小娘子都不是人，可说呢？哎呀，可惜了这小娘子啊！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呀？你这故事也太吓人了吧！吓人归吓人，可大家伙都愿意听啊！你不信，问问各位。将军，这故事也太吓人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还是别听这位了吧。官人，不要怕，只要有这卷白泽图在手，无论是行旅还是助驾，皆可驱妖辟邪，高枕无忧。每卷只售90文10价。哎，我说你们夫妇俩，一个在这儿讲鬼故事，一个趁机卖图，这哪是什么山人，明明就是商人嘛！庙主乐善好施，凡行旅歇脚之人，皆可留宿，吃喝又不要钱，日子久了，如何供养得起？我也只能做些针线活。要不，你们买个布偶吧，只要100文。多少？100文？哎，不是，你瞅瞅你做的这些个布偶，个个样貌古怪，就好像陪葬的冥器一般，还100文，这哪有人肯买吗？你真是。是啊，布偶无人肯买，只能卖给鬼了。可这白泽图就不一样了，它是专门卖给人防鬼的。还是买图？如今的长安，1斗米才卖10几文，你却一卷书就卖90文，是不是太过贪心了？就是啊，都说无奸不商，你看，果然如此吧？这奸商，你懂什么？这白泽图可是西周底本呐，这上面所绘的鬼怪和所记载的降服他们的方法，都非常的精准。你是说这是西周底本？我能看看吗？90文。我只是看看，若真是西周底本，我会买的。别弄脏了。还真信。那个书生，云的娘子到底怎么样了？你接着讲啊！我就先不听了，我实在是太困了，就不听。那就请魏兄西厢房先行歇息吧。哎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西厢房一大间，4人同住，虽不算宽敞，但也住得下。还请丁兄及诸位委屈一下。嗨，那东厢房呢？东厢房被隔成了2间，一间留给李典君，另一间我和苏务明同住。庙主，我们还有一位向导，可否在这大殿内给他找一处歇脚的地方？好说。卢兄是领队，听卢兄的。将军，那我先休息了，你们接着喝啊。你再待一会儿，人家正讲到精彩之间。走了。哎，你一个人敢去睡吗？哎，走了。李典君再听会儿。我当然没兴趣听这些妖鬼之术。苏明，你呢？我不困，再看会儿。
跟我说是西周第1本，我尚未辨别真伪。主要是想听庙主把故事讲完。哎，对，快，接着讲，接着讲。好，上文说到，那投宿的女子刚要撕咬那书生，猛一抬头，发现烛光下的墙壁上并没有书生的身影，惊魂不已。值此春宵，走什么？你也没有影子，你不是人。我当然不是人，你现在才知道，晚了。屋子里的2只恶妖竟躲到一处，快出来一同受死吧！那屋内2妖正在不知所措之时，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嘶吼，那降魔师手持降魔杵，破门而入。哎，等等，嘶吼？难道那降魔师也……你当这降魔师真的是降魔师啊？哎呀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哎呀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叫老虎、狮子？对呀。这个嘛，这什么叫？不是虎啸，也不是狮吼。中郎将可是也听到了嘶吼声啊？不错，只是难辨是什么野兽。哎，这不会就是白泽吧？魏兄还真的相信有白泽？当然相信有了，不然天子怎会命我等入山来寻啊？哎，中郎将，听这声音应该离得不远。魏齐愿随同前往一探，若是寻得白泽，论功行赏时，中郎将能否带上魏齐呀？魏参军，刚才下了那么大的雨，山路泥泞，还请魏参军先回去歇息，明日一早再寻白泽已不迟。不要慌，山中有野兽，不足为奇。若我俗讲中的书生与女子出现，那才不寻常呢。说的也对。哪位是庙主啊？我们夫妇2人欲借宿。等等，你们是人？我们当然是人了，读书人。我免贵姓石，这是我家娘子。人家有名字。我家娘子啊，叫小娇。你们是如何到这山中的？那你们又是如何到的？不会跟我们一样，也是走错了路吧？我们呀要去长安，为了走些近路，误入山中，又逢大雨，是狼狈不堪呐。刚才还听到了野兽的嘶吼，哎呦，简直是吓坏了。幸好有这座大庙。哦，借宿啊，可认得这神像？哟，这不是白泽神吗？我家里也供了一座，最是能驱妖辟邪。夫君，快随我去拜一拜吧。好嘞，娘子。又来人了。
倒是虔诚。你快点看，若是不买，也别耽误了我90文卖给这对夫妇。李典军怎么还没睡？是也听到野兽的嘶吼声？我要为火精报仇。卢参军和我同住东厢房，是想保护我，还是监视我，不让我出去杀了那淫贼霍攸？说霍攸将火精推下悬崖，毕竟没有人看到，更何况我们是奉旨进山，在回京复命之前，还请李典军暂且忍让。卢某乃雍州司法参军，事发地亦属雍州。待回京复命之后，我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若真是霍攸行凶，我绝不姑息。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？你们都是金无畏，一丘之貉。双方杀的是天昏地暗，最后那2个怪物合力将那降魔师扔在石板之上，用力在他后脊背，使其断裂而死。那2个鬼怪相视一笑，便携手而去。哎，等等，你刚才不是说这个降魔师并非普通的降魔师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完蛋了？就是，还以为有多厉害呢。那为何要踩断他的脊背？对呀，这手段他确实怪异。这个嘛，莫非这2个妖物是传说中的耐重鬼？连耐重鬼你都知道？略知一二。据传啊，这耐重鬼若想重返人间，就得找到一个替代者，并且杀了他。被杀之人要是坐着死去的，3000年之后，他还可以再找一个新的继任者。而那2个妖物踩断了降魔师的脊背，那他肯定是躺着死的。只要是躺着死，便永远没有资格找寻他人替代自己，那就永世不得脱生。也只有如此，那耐重鬼就能永远的留在人间。被你说对了，那2个就是耐重鬼。你也算是博学了。哎呦，博学不敢当，读过几卷书而已。但我讲不出您那么有趣儿的故事。老人家在这终南山中修行多年了吧？不错。那你先前说，我们等在这里就能见到白泽，不会是戏言吧？当年皇帝从东海之滨带100头白泽回到都城，然后分遣四方。西周时爱巡游的穆王曾驱4白泽拉车游终南，其实是借漫游之名抵挡山中的妖魔。得胜之后，便将4头白泽留在山中，以求永世镇压关中的妖魔。你是说，这山中真的有白泽？所谓神兽，不过是远古存在而后灭绝的普通野兽而已，如凤凰、麒麟，又如白泽，偶有现身，何必大惊小怪？庙主啊，你就不怕我们住这儿不走，到时候见不到白泽，你怎么交代啊？见不到白泽，任由你们砸了我的庙！哼！
脾气还不小。哎，我乏了，回去睡觉。你们两个呢？走，我再喝一会儿。慧优啊，那个坠崖女子，你摸她哪儿了？是脸蛋儿还是屁股？不是，将军，我。公主府派来2个女子，本以为是什么高手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解决了一个。这份头功给你记上。哦，多谢将军。严贼休走！李典军，不关你的事，倘若插手，别怪我横刀不认人。我们同受天子调遣，有庐陵风采，绝不允许内讧。天子只派遣了你们，可管不了我。弟兄，你这是？这小女子火气大得很，有火不泄，岂不烈火自焚？慧优，以武会友，领教一下公主府点军的武艺。这么怜香惜玉吗？丁将军，说好以武会友，何必下死手？让我为火精报仇！你看到了吧？下死手的是他。李典军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跟他说俊杰，他配吗？来呀！自唐隆以后，我这把横刀已经很久没有喝血了。够了！我是天子委派的领队，还请丁将军回房休息。好吧，走。你这个女子，不老老实实嫁人，却要做典军。大唐之前从未有过先例，以后也不会有女典军。不然，要我们这些武将做什么？都怪众郎将，不然我就宰了他了。有庐陵风护着他，杀他没那么容易。刚才我有意激怒他，等到下次他再动手，我们一拥而上，乱刀砍死，绝不能让他回到长安。没错，妨碍我们找寻瑞兽者，必须死。也包括众郎将。丁将军，天子是明君，必将带着大唐走向盛世。如今初登大宝，朝堂和民间却都议论纷纷。瑞兽现世是封住万千之口的妙策，马虎不得呀。可天子把这件事交给了雍州府，领队是庐陵风。那是天子要考验的。陛下固然爱才，但不忠者越有才越不能留。毕竟现在陛下急需的是负心之将，而非心腹之患。至于苏无名是公主的死党，他不总是以嫡公弟子自居且洋洋自得吗？那就看在嫡公的份上，让钟南山
做他的归宿。天子前番的赏赐是为唐隆功臣你我这样的金吾卫兄弟们所设，罗凌风也曾经在其中。那个时候，谁能想到他的娘竟是公主？他身世明了之际，便是站在了天子的对立面。我也甚是惋惜呀。哎，魏齐呢？他不会立功心切，自己一个人去找白泽了吧？哼，可笑，竟当这世上真的有传说中的瑞兽。白泽大仙，您在哪儿呢？知您是神兽，会做人语，我是来寻您的，并无恶意。刚才我在您的道场特意拜了神像，我很心诚，可否出来一见？他日我若依此封侯，定为您再塑金身。是您吗，白泽大仙？娘子，吃完我们早些休息。这位书生，你带这么娇俏的娘子走夜路，就不怕遇到妖怪？谁说不怕？小女子可怕得很呢。那就买一卷白泽图吧，驱妖辟邪最管用了，只要90文。90文，这么贵啊？你嫌贵啊？你就不怕妖邪上身？你要是心疼我，就给我买一卷。娘子，我……好吧，好吧。稍等啊，快把书给我。我已经找到买家了。我还没看完呢。你这个穷酸，别把我书弄脏了。你还别说，这真像是西周底本，上面有很多情节我之前都没看过。什么叫真相啊？这就是，人家已经90文要买，快拿来。合着你就这一卷啊？就一卷。那我能再看会儿吗？除非你买下来。买。哎，90文数好了，那白泽图呢？快拿来，与我娘子。小书生，对不住了，这个老书生先买下来了。娘子，他买了，你看这就不能怪我。哎，娘子，这我也没办法。就你磨磨蹭蹭的，你别生气，好不好？2人对坐，3人成席，在下可否与2位喝一点啊？哎呀，兄台，我正嫌着水寡淡，不知你壶中可是好酒？好酒，兄台，坐。绝对的好酒，保证你喝了1口，还想喝10口。不知道这10口是几口啊？你说几口就是几口，总之你说了算。兄台，来。你就别喝了吧，一会儿喝倒了，谁搬得动你啊？为什么不叫我喝呀？这么好的酒，我偏要喝。来，兄台，我敬你。说好了，90文。来，兄台，好酒，好酒。来，谢谢兄台。哎，在这荒山野庙能喝上这么好的酒，遇到这么好的人，真是缘分。来，小女子给你满上。既如此，有劳娘子了。娘子，请。请。好酒，好酒。
莫关门。哦，也是，路上便有火精坠崖，如今这也妙莫测，来客怪奇。要不是我花90文买了这卷白泽图，我还真不敢安然入睡。睡了？不知，刚才一场恶战后，再没出过门。一场恶战，跟谁啊？金无畏？那我在大殿里一点动静都没听到啊。可那怪物的叫声，我听得甚是清楚啊。这屋里怎么没动静啊？李典军不会翻窗而出，又跟那个霍尤厮杀去了吧？我检查过那房间，并无窗户，出入只有此门。哦，难怪你如此安排住宿。心真细，有你这么保护，这李典军绝对安全。哎呀，不过陈和的钱袋子怕是不保喽。荷叶，叫你别喝，偏喝那么多。他半个月没洗澡，身上的味儿可真难闻。我们来继续喝。我进山前刚洗的澡，闻闻。你胆子也太大了。谁让你的男人不胜酒力？万一他是装的呢？哎，怎么可能？难道他喜欢看你被别的男人调戏啊？那谁知道？你们男人的心啊，就好像是山里的雾，又有谁能看得穿呢？那是你看得不仔细。待会儿我让你好好看看。哎，你可真是胆大包天呢！你的叫声也不小啊，不怕把他吵醒了？哪儿？他刚刚就在那儿，他头上有角，还长着獠牙。我看你说的是白泽神像吧？这屋里要是有妖精，也是你这个敢在神像眼皮子底下勾引人的小妖精。莫不是，真是我花了眼？你不是眼花，是心花。放！哎呦！啊，失礼，失礼啊！等我啊！哎，比我还着急。我是怕你急着往我怀里扎，撕坏了我的衣裳。我就喜欢你这样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赶夜路，雨后路滑，也不怕碰着鬼啊！我们要去哪里？与你何干？你装醉的本事倒是了得，偏等到妻子被别的男人抱进屋里才行。说什么？好你个贱人！你让别的男人抱了！我喝醉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郎君，有别的男人欺负我，你可得管啊！说，被哪个男人抱的？说！我喝多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怎么回事？
搜他的身，看看有没有陈参军的钱袋子。舅舅，陈豪呢？这只恶贼！说，陈参军你们干什么？不用。说，他没睡在床上吗？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放倒了。你娘子我的蒙汗药，可从来没有失手过。他是个当官的，肯定有钱。走。哎呀，吵吵嚷嚷的，合适啊！这吵吵嚷嚷的，合适啊？我猜测呀，这陈和应是酒后妄为，栽到那俩小贼手里了，碍于脸面就先走了。有这种可能。哎呀，丁将军早，霍参军早。哎，魏参军呢？用得着你多嘴多舌呀？怎么，魏齐不会也？丁兄，魏齐人呢？昨夜便不见了，想必是立功心切，连夜去找白泽了。哦，那丁兄，今日如何打算？你是领队，听你的。哎，昨日那白泽山人不是说了吗？咱们就等在这儿，就能等到那白泽。庙主老眼昏花，满口胡言乱语，你也信？我当然是不信的啦。李典军早，睡得可好？好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出发寻找白泽吧。哎，等会儿，不对呀，那个向导灵吉呢？怎么还没起？你是说，那个猎户？厨房边上的仓房，那间屋高耸，他说喜欢，就睡在那里了。哦。林杰，都什么时辰了还在睡？林杰。如何？是自缢身亡。哎，你会不会验尸啊？此行他为向导，若是找见白泽神兽，日后便是锦衣玉食，尽情享乐，还用得着上吊吗？苏博士乃嫡公弟子，
善仵作之术，验尸结果毋庸置疑。火幽，陆凌风，帮我个忙。李典学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将灵吉的尸体扶到我背上，我要为其下葬。你们之间过往可有交集？没有。这不是魏齐魏参军吗？用得着你说吗？自己兄弟能不认识吗？都住口！哎呀，怪哉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凶器，或者说，这压根儿就不是兵器所致啊！你为何这么说？难道魏齐不是被人所杀？不是，也许是那鬼。你给我闭嘴！火幽，陆林峰，难道你会相信那个女贼的鬼神之说吗？他说的是那鬼，在鬼字前面有个那字，那便是有具体所指。我问你，你是看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？看见了，就在白泽庙里。现在想来，那不是妖精，就是鬼。那鬼穿着一身白衣，头上有角，还呲着2颗大獠牙，很像这泥像。哎，你这女贼不能在神像面前无礼，退后！那个白衣之物体型如何？我是说高矮胖瘦。
跟人差不多。跟人差不多。头上带角，长有獠牙，百姓驱鬼的白泽面具，你可见过？见过，很像，很像。看来这白泽庙里有人在装神弄鬼呀！如此说来，离奇失踪的陈和，恐怕已被人杀害。白泽山人啊，你这庙里可有我们不知道的去处，比如暗室、密道之类的？没有啊。能不能让我看看那尸体？哎呀，这是惹怒了白泽，被他老人家咬下了脑袋呀！是你吗，白泽大仙？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你的这番推断，可不如你的俗讲好听。何意呀？这白泽既为瑞兽，又怎会吃人？话虽如此，但冲撞神灵的，谁也别想活着离开此地。你刚才不是也说，不像是被兵器所伤吗？那就是白泽的利齿咬的。无稽之谈！这世上本无白泽，切莫胡言。不信神？好啊，那你们就都等着被咬掉脑袋吧！哼！你们，各位上官，放了我家娘子吧，别让她绑在这里，被白泽咬死啊！我认罪，偷盗财物，我是主谋。我家娘子本就苦命，我求求你们，放她一条生路吧！闭嘴！苏鸿明，无作之术，您是高手，再好好看看吧。我觉得那山人说的有些道理，这脑袋真的像被巨兽用牙齿咬下来一样。啊！火妖，被吓破了胆，你们金吾卫还真是兵强马壮啊！放肆！我杀了你！弟兄，切莫自乱阵脚。丁将军，还是赶紧去安抚安抚那个霍幽吧。此庙甚是诡异，从此刻起，一切都要格外谨慎，切勿冲动。二位上官，我求求你们，放了我娘子吧，是我逼着她做我帮手的。别听他的，上官，放我郎去，我才是主谋。哦，当年我被好色之徒玷污，后便立下志愿，今生以惩治色鬼为业，谁愿意帮我，我就嫁给谁。才有了许我郎君的比翼双飞，故他只是配合我而已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以为还有身孕，还不求二位上官放你一条生路？哼，
你们夫妻俩倒都挺讲义气，都在为对方着想，这比江湖上那些称兄道弟的强多了。你们是第一次进山？是，走错了路，顺手犯案。哎，我说，好人让我做呀。你要干什么？要杀就杀我！我娘子怀有身孕！你这恶人，我给你……虽事出有因，但你们毕竟是犯了案。这样，你们自行下山到雍州府交代罪行。自行下山？你就不怕我们跑了？你们也看到了，此庙诡异莫测，绑在这儿你们会丢掉性命的，那就是我们的过失。至于跑与不跑，你们自行决定。多谢长官，我们定去投案。不必谢我，刚才那位就是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，你们去投案时就报他的名号。小娇，记住，要说明自己已有身孕，以便酌情判罚。好，起来吧。你二人如此恩爱，本性应不坏。出狱之后，要好好过日子，把孩子抚养成人。说是诡异莫测，怕咱们丢了性命，他们如何不走？我们呀，是碰到了好官，好官应该都是这样。这只是间普通的厨房，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。你摸什么呢？这灶火已熄，屋里怎么这么热呀？热吗？你不觉得吗？好像是比外面热些。哎，地上热。这似乎是痕迹，说明躲好了。哎，这地下应该有密室啊！不管你是什么兽，你别吃我，我又瘦又小，我不够你塞牙缝的。再说我也不会武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我得找到那个密室。君下君，咱们走吧，咱们走就会跟魏齐一样被白泽咬死的。皇上，这么大叫声您听不见吗？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也算是身经百战，没见你怕。今天是怎么了？将军，之前他们对付的都是人，这是野兽还是鬼魂都不知道啊！丁将军，咱们就走吧。
像什么样子？别给我们金吾卫丢人！站起来！丁将军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求你了，丁将军，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！我真的不想脑袋被咬掉啊，将军！废物！丁将军，我有无能。火妖，火妖，你回来！哪里去？是你！你二人可曾离开过房间？可见过戴面具的白衣怪人？怪人没见着，鬼倒是常见。雍州司法参军卢林峰，命你二人院内接受问询。兄弟，弟兄，怎么回事啊？为其横死，陈河失踪，火幽大举，与黎庙出山。我虽斥责，但并未阻拦。
耽搁了片刻。担心情操不测，于暗中护送他下山，便追了出去。可刚一出门就……难道真的是被白泽咬到了脑袋吗？绝不是，是有人在装神弄鬼，且不止一个。呀，死了？好啊，老天有眼。你说什么？弟兄，此时更需冷静。此女子蛇蝎心肠，幸灾乐祸。白泽不饶了，杀了她，我就回长安复命。李典军又不是凶手，难道让公主府的人把消息带回长安，让天下人嘲笑我金无畏吗？届时天子颜面何在啊？那也不能杀人灭口吧？金无畏已损了3个兄弟，他公主府死个典军又损什么？这什么这？我跟你明说了吧，天子正在考验你的忠心。你我都出身又金无畏，诛杀为庶人之业也算是同生共死，兄弟一场。我不想看着你站在陛下的对立面，倒是万劫不复。帮我还是不帮我，你自己选吧。小心李典军！公主，你竟杀害公主之子！陆林峰，不是叫我们来接受问询吗？你现在还问得出来吗？林奈儿，林奈儿，这是从你房里找到的。你身为公主府典军，为何在这儿装神弄鬼？为了要你们的命！哼，好狂妄！罗凌风虽受伤了，可丁衡是右金吾将军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就凭你，还有这个老贼，他还有个帮手，是个会射箭的。丁将军小心！是他！你这女贼，镇压诈死就是为了暗地里害人吗？是又怎样？奈儿教我的，兵不厌诈。
赤之徒！也是死于你手。说的没错，是我与火精联手，我二人联手无人能敌。是奈儿太过谨慎，说你和丁恒武艺了得，要我装死他示弱，让你抱来抱去的，不过是为了让你们一个个的死。本以为放出白泽的消息，会引来龙椅上那个最该死的，没想到连瞎了眼的陆童也不敢上山，让你们几个喽啰来送死。大胆逆贼！可是受公主指使，图谋在此行刺天子，如实招来。区区有金吾将军还想审我？你先拿命来吧！匹夫之力，凭你！陆烈风，亏你在金吾卫多年，官至中郎将，不思忠君报国，却协助逆贼，暗算我金吾卫兄弟。我没有。丁将军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说那些还有什么用？如今要同仇敌忾啊！闭嘴！我和卢凌风说话，轮得到你插嘴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卢凌风，这刀插得不深不浅，是这小女子对你有情。你3番5次在我刀下救她，是你对她有意。这些我都记下。待本将军斩杀这几个逆贼后，一定要拉你回长安，到天子面前理论。一点儿！干什么不要命了？想帮忙，看我暗器！你也看暗器！丁将军，不要！丁兄，我对不起你。那儿你看，他们本身就是一伙的。为何要手下留情？你不会是看上那个男人了吧？哎，魏齐、霍幽2位参军，也是被你们这样杀害的？杀个金吾卫的参军，比捕杀一头豹子容易多了。是你吗，白色大仙？哪里去？是你！
这杀人兵器，你们跟向导灵吉是什么关系？别提那个废物男人。李典军，你见到灵吉自缢，曾流过泪，更为其下了葬，你们交情匪浅啊！是我对不起师兄。要不是我劝师姐助我报仇，他二人早已拜堂成亲，也许都生儿育女了。啊？你们仨是师兄妹？没错，我是李奈儿的师叔，也是我爹，那是我娘。当年我是在一棵火晶柿子树下生下的他，所以便取名火晶。我原本有些疯癫，生下他竟好了。火晶从小就喜欢布偶，我就给他缝一辈子。甭跟他们废话，受伤的那个武艺不差，莫让他找到机会逃走。这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，待会儿交给我，熏成肉干，为我的坐骑。弟兄，待我为你报仇。行了，莫冲动。哎，你们没骗我吧？既是师兄妹，那你们是同伙啊？那灵吉为何自缢？他胆小如鼠，我要助师妹报仇，他却不敢；要做礼堂的顺民，我就与他一刀两断了。我明白了，你们利用了他，制造白泽现世的谣言。可我还是想不通，他不是一直在协助你吗？为什么要寻死啊？我曾答应师兄，劝师姐与他和好。我没说不能与他和好啊。走断情崖，只是我与奈儿计谋的一部分。筹划之际，我只是忘了他小心眼儿。等一等，你这向导没进过终南深处啊？我是此间猎户，怎么可能没进过？那如何不知？若走断情崖，可以省2个时辰山路。确定要走这里？必须走。熟悉南山的人应该都知道，断情崖有个说法：凡情投意合的2人，不能同走此崖。走了，便是恩断义绝。这个小心眼儿，他以为我……师姐，是我考虑不周，害了师兄。别废话，一个男人而已。此计虽没骗来姓李的皇帝，但连杀济源金吾卫将军，也算是为你报仇了。完成此件大事，你我不枉来这世上一回。先别急着打。他已身受重伤，我又是一个不会武的待宰的书生，你们着什么急呀？林奈儿，我问你，你跟金吾卫，或者说你跟当今天子，到底有何深仇大恨？我不姓李，我姓上官。上官奈儿，罗凌风，唐龙之夜杀死我姐姐的你也有份儿。姑，即便你是公主之子，也得死。不可能！上官家族显赫，但在高宗时就被天后下令满门抄斩了。只有刚刚出生的上官婉儿和其母被没入掖庭。你怎么可能是她妹妹呢？我和姐姐同命，一出生便遭遇家门不幸。
更悲苦的是，连哺乳中的母亲都被杀。他见我可怜，悄悄将我收留，寄养于南山道观。他常来看我，起初我是叫他娘的，但他不允，说自己身份特殊，怕被人发现，给我惹来杀身之祸，所以只让我叫她姐姐，还给我起了好听的名字，叫奈儿。他让我姓李，但我更愿意姓上官。我的姐姐亦是我的母亲，她是我的天，她给了我一切。她是红梅宰相，一书天资，贤明神助，没有她，武曌安能指点江山？她文采绝世，诗书得精华，翰墨知锦绣，没有她，长安哪来那么多璀璨的诗句？他上无知青，下无子嗣，身无爪牙，孤身一人，为礼堂鞠躬尽瘁。你们却污蔑他是为庶人一党，凭什么？委运于乾坤之间，亡身于仓促之际。上官昭容末世，着实令人痛惜，而且他绝非为庶人一党。据我所知，为了阻止为庶人和其女背逆庶人乱政，他曾多次向中宗泣血极谏。他还请求去官，削发为尼，甚至饮下毒酒，以命相逼。平心而论，保全礼堂皇室之功，史书应有上官昭容一笔。死到临头，你苏无名也算是说了句公道话。哪有什么公道话，无外乎是怕死而已。不过你打错主意了，我可没有奈儿那么心软。是，我是怕死，可我更怕你们杀了卢凌风，有朝一日见到上官昭容，没法交代。你说什么？潇湘水断，晚尾山青。诸尘圆折，玉碎连成。俯瞻松甲，静听坟影，千年万岁，娇花颂声。这是镇国大长公主给上官昭容写的墓志铭，可见公主对昭容的深情厚谊。可如今，你们设下陷阱，谋害公主之子，对得起上官昭容的在天之灵吗？早知狄公有2个弟子，在长安办过些案子，有些名气。今天算是见识了，一个巧舌如簧，另一个眉清目秀。卢凌风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若是长得丑些，奈儿那一刀直接插到底，再绞上一脚，你早就没命了。苏明，少跟他们费口舌，待我诛杀叛逆，为金吾卫兄弟报仇。乱了心事，快去助你师姐！
主之子，你不能一错再错呀！你这畜生，好烦人！再多嘴，先宰了你！老贼，你过来试试！我苏明有